有缘人。转眼间又即将到农历5月了，5月又叫五毒月，端午节阳气很旺。当天来讲，家里可以多点一些艾叶，驱除晦气，起到一个净宅的作用。第二，端午节当天一定要去晒太阳，11点到1点，你在太阳底下多待一会儿，晒到后背发热发汗，非常非常的好。第三，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提前买1桶矿泉水，端午节午时的那个时间，把那个水倒到一个干净的盆子里，然后放到太阳下面暴晒1到2个小时。晒完之后，你把这个水放到小瓶里储存，当你感觉到能量不足的时候，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这个水沐浴、清洗、泡茶，能够去除一些不好的污秽。因为这个水叫五阳水，也是最具有能量的，大家可以尝试着试一试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端午节是祭拜祭，祈福、辟邪、开运、欢庆、娱乐和饮食文化于一体的中国传统民俗大节，是道家3元5腊当中的地腊日，有着端午节、重午节、天中节等20多个别称。端午节是上下半年阴阳转换交汇的关键节点，如果能把握时机过好端午，不仅有助于驱散上半年的晦气、霉运还有负能量，更能为下半年营造广大吉祥的磁场。善用这个特殊节日，对下半年开运、旺财、护佑平安以及身心调养都有大的裨益。2025乙巳年，巳为生肖蛇，在华夏文化当中素有小龙之称，被视为龙的前身，戌是化形之象。今年端午节不仅属于早端午，更是罕见地落入了新4月，而非传统的5月，成为继2010年庚寅年后时隔15载的4月端午，有着事事如意之美意。天时是老天爷的馈赠，地利与人和要靠我们自己把握。接下的视频我会来为大家分享2025端午开运攻略，这是凝结的中华数千年文化的精华，承载着老祖宗代代相传的经验和智慧，绝非简单的迷信之说。愿大家借由这个流传千百年的传统习俗，为自己增强气运，快冲一下你的好运。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端午的开运美食粽子，这个大家耳熟能详，它的关键词有包中、高中、阳气、出路等等。不同馅料和造型的粽子也有不同的讲究，有对应能够帮助的人群。提起端午，自然就绕不开它。端午粽子的习俗千百年来盛行不衰，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影响最大、覆盖面最广的民间饮食习俗之一，有着与丰盛福禄相关联的强大能量。糯米做的粽子不仅食材上饱含阳气，有驱邪的功效，粽子上也有很多角，代表不同的出路。运势低迷的人吃粽子，可以帮助你走出困境，交到好的运势。
走到最高的境界。尤其家中有考生或者即将参加考试的朋友们，粽子有着高中的好意头，可别错过。不同馅料和造型的粽子有不同的讲究。甜粽代表生活甜美，甜甜蜜蜜；咸粽代表生活丰衣足食，福禄满满。咸水粽黄澄澄的像金条，有着招财的寓意。豆馅的粽子寓意驱邪，这其中的绿豆关联福禄，红豆关联情感。大枣的粽子代表好事早早中，适合求子。考试正在招投标的朋友，即将参加考试，常有竞争，渴望优秀的朋友适合吃中间有个大尖角的四方粽，代表高中，独占鳌头，舍我其谁。如果上半年比较低迷的话，想寻找新的出路，适合吃三角粽。这种粽子没有一个固定的正面，四处都代表出路的角，寓意着方方面面有出路，有利于你走出困境，找到新的方向。希望多招贵人，远离小人的朋友。不妨选择实用圆柱形的粽子，这种粽子造型修长挺拔，恰似破土而出向上生长的竹子。竹子向来被视为君子的象征，代表着正直、谦逊、坚韧的美好的德行与风骨。这样的粽子饱含着广结善缘、亲近贵人、远离坚硬的寓意。如果对目前生活满意，希望一直这样平平顺顺下去的朋友，适合吃扁平的四方粽，寓意生活没有大的高低波折，四平八稳的度过。尤其建议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自己亲手来包粽子，寓意包中，这样把自己的意念放在其中，效应会更好。同时端午用粽子来拜神，更会放大好运包中的能量。而系五彩丝线，其风调雨顺。古代人认为流行疾病的产生不但是由于四时的恶气所致，更主要的是因为鬼神作祟。而在端午节用五彩丝祭币就是一种解祟的方法。风俗通义一文中说，5月5日以五彩丝祭币者，避兵及鬼，令人不病温。这种五彩丝又叫长命缕、续命缕等，它的颜色有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，是按照阴阳五行的观念确定的。古人认为青、黄、白、赤、黑就代表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，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之间相辅相成，循环往复，生生不息。只要五行齐全，一切毒物邪鬼都会对其避而远之。因此系带上五彩丝就能够驱邪避疫，长命百岁。道教中道士做法时所布的五色旗也是依此原理。中国很多地方都有着带五彩绳的习俗，将五彩绳带在身上，可以把未来一年里所有的晦气积攒在一起，然后
在端午节0点后的第一场雨时，将彩绳丢到下水道、十字路口、浅水滩等地，以为将晦气丢掉，未来1年能够风调雨顺。3. 挂艾草菖蒲，望驱鬼辟邪。在门上悬挂艾草、菖蒲，是端午节驱邪的另一种方法。荆楚岁时记中说，在端午节这一天，人们要到野外去光着脚踩踏青草，预防病痛，还要采集艾草，将其扎为人形或虎形，悬挂在门上，这样既能借艾草的香气辟毒，因为艾草煎汤洗浴能治某些皮肤病，而将干艾草点燃后，其烟雾可以驱蚊蚋，又能借老虎的威势吓退邪鬼。人们除了将艾草编成虎的样子外，还会用彩绸剪成小老虎的样子，贴上艾草，佩戴于胸前。女儿家将其挂在头发上，或者将其作为钗头。因此艾虎在民间端午节中扮有重要的角色，是人们辟邪的重要事物。除了艾虎之外，古代民间还有悬菖蒲的风俗。燕京岁时记中就记载，端午节有用菖蒲、艾子插在门旁，以攘解不吉之物。有时人们也将菖蒲种植在花盆中，在端午前后摆放在门旁。另外还有用菖蒲雕刻成天师玉虎像。无字幕的《孟良录》中就说，仲夏5日以菖蒲或通草雕刻天师玉虎像于中。4为以5色染菖蒲悬围于左右。这些风俗在今天仍然存在。4饮雄黄美酒，遇百毒侵袭。道教对端午习俗的影响也体现在饮用雄黄酒这一点上。从唐代以来，我国大部分地区在端午节时都有喝雄黄酒的习俗。燕京岁时记中说，每到5月，自初1日起，取雄黄酒晒之，用涂小儿额及鼻耳间，以避毒物。尤其是经过《白蛇传》的传播之后，雄黄酒更为人们所熟知。在《途经演义本草》中说，雄黄列御食部中品，具有杀精物、恶鬼邪气百虫毒、生无病的功效。对于雄黄酒，道藏之神仙酒炼雄黄，说服用过之后能使腹中3重浮尸皆去，心开目明，使人有威武，入水辟蛟龙，入山避虎狼，入军避武兵。正是道教对雄黄酒功效的夸耀，使得民间十分看重其作用，并逐渐形成了端午饮用雄黄酒辟百毒的风俗。中医认为，雄黄性温，味苦辛，有毒，主要用作解毒、杀虫药，外用治疗疥癣恶疮、蛇虫咬伤等，效果较好。内服微量，可治惊痫、疮毒等症。如今我国江南地区还有端午节喝雄黄酒的习俗。在汪曾祺的《端午节的鸭蛋》中提到过雄黄酒，其中说，喝雄黄酒，
用9活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，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。此外，端午节时小孩要佩戴香囊，传说也有辟邪驱瘟的作用。关于端午赛粥的习俗，早期在民间认为是为了用龙舟将瘟病赶快送走，也与驱瘟的目的分不开。5. 端午节禁忌。在中国古人眼中，5月10昼最长夜最短，是阳极盛阴极衰的时候，但物极必反，也就在此时，阴气会悄然滋长。又见古人生存环境恶劣，5月盛夏多发疾疫，所以被认为是个不吉利的月份，被称为恶月。灵妖忌游泳，有些地方在这一天忌游泳，尤其忌到曾经溺死过人的地方游泳，因为人们认为在端午节那天溺死鬼最凶，要找替身还阳，所以又有投粽子入河让其分享，免其做替身的习俗。02忌恶日。由于5月为恶月，重午是个不吉利的日子，所以这一天又有躲午的习俗，即周岁以内的婴儿要送到外婆家去躲藏，以逃脱灾祸。03避五毒。民间认为5月是五毒蛇、蜈蚣、蝎子、蜥蜴、癞蛤蟆出没之时。民谣说，端午节天气热，无毒醒，不安宁。端午节驱五毒用意是提醒人们要防害防病。每到端午节，民间要用各种方法以预防五毒之害，一般在屋中贴五毒图，以红纸印画5种毒物，再用5根针刺于五毒之上，即认为毒物被刺死，再不能横行了。这是一种辟邪巫术遗俗。民间又在衣饰上绣制五毒，在病上缀五毒图案，均含驱除之意。有的地方的人们用彩色纸把五毒剪成图像及剪纸，或贴在门、窗、墙、炕上，或系在儿童的手臂上，以避诸毒。4. 9毒之日，严禁房事。5月为9毒月，而端午为9毒首日，毒气攻身，邪气旺盛，非常不适合男女交欢，故古训严禁房事。这个并不是迷信，而是非常自然的科学道理。因为天地气场不正的时候，必然会影响到人的身心，所以如在9毒日交欢房事，必然会中邪毒伤身体。而古人是非常聪明的，为了防止有些人贪恋性欲，不能自持，而犯了禁忌，故把这天定为归宁日。什么是归宁？归宁就是出嫁的女子回娘家省亲。按说从5月初1到初5，女子应该归宁，在父母家度过，夫妻分开，这样就从客观上消除了不慎房事的条件，也保障了当事人的身体健康。同时端午节这天也不适合生孩子。接下来还有8个毒日，基本涵盖了整个农历的5月，故有些地方便讲究在整个5月禁止房事，以避邪毒。6.
祭祀之日，阴气伤身。端午节的一个最重要最普遍的内容就是祭祀先人，不但祭祀投江自尽的诗人屈原，有的地方还祭祀忠臣伍子胥，祭祀孝女曹娥等。这一天要包很多粽子，然后把粽子投入江中，就像给死人上坟一样，而剩下的则自己享用。所以粽子实际上也是一种祭祀贡品，而祭祀时难免产生悲伤，故此日也像清明节一样，人为制造出很强的阴气，而这些阴气与阳气一样，也会伤害心理与身体比较弱的人，如抑郁寡欢、心情不好、身体痛苦等等。故端午节这天是诸事不宜的，更不适合上任、搬家、动工、开业、结婚、庆典等喜庆活动，也不适合参加娱乐活动等，而归宁父母，与家人团聚才是正确的选择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端午安康4个字。愿你把握住这个关键节点，愿美好接踵而至，好运接踵而来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